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2号，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，我是阿哲，我们又再次见面啦。本周美股结束了连涨，周线上出现了乌云盖顶信号，在阿哲多次提醒美股到达目标位后，市场也出现了首次五浪上涨以来的一次明显调整，这是一个重要高点吗？AMD 也难得出现回调，能不能再次的买入 ？APP 趋势没有问题，但回调不能跌破一个关键的支撑位。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。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17的视频。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周复盘观点。我们第一部分还是会讲一下纳斯达克的市场环境。大家通过这一次的下跌，应该也发现了，当市场环境走势不好的时候，市场上涨空间有限的时候，如果你依旧盲目的做多，其实当市场一调整，很多的个股，包括你手中的个股，其实难免也会受到连累，只是跌多和跌少砍不砍跌的一个问题。那么市场本次的下跌是否能够规避呢？其实是可以的。在前期视频我们说过负阴线的卖点，那么在周四的市场也出现了一个关头的阴线，在这两种阴线后才产生的暴跌，那么给足了我们去卖出的机会。也有很多财生同学其实提前发现并且卖在了高点。所以今天的第一部分第一节，我们会通过关头阴线来讲解接下来的一个市场应对，短线方面怎么通过 K 线来去找到机会。而同时我们会再次看到纳指的浪形，讲一下目前的空间你要关注哪些点位。最后我们再看到有关于日内的撑压，在下周周一有哪些短线的支撑和压力位需要我们去关注。在讲解了指数环境之后，我们需要看到个股的解析。我们会讲到特斯拉、英伟达、AMD、Circle、PLTR、Coin、APP、博通、阿斯麦、苹果、Meta、MSTR、谷歌、亚马逊、SMCI、台积电等以上的个股分析。这里稍微提醒一下，图表上的方块它虽然代表短线和波段的多方走势，亦或者是风险提示，但是大家不要以此直接作为决定，大家要关注一下。阿哲在后续对于个股认真更加详细的解析，它要达成某些多头条件和空头条件，需要更加精确的点位配合，这一点一定要注意。而如果您是新同学，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，阿哲也需要做一个温馨的提醒，因为阿哲视频当中所涉及到的个股是偏多的，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较长。如果您的时间有限，或您不太习惯观看长视频，阿哲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播放按钮盘这一个三角，点击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，而后点击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，会跳转到那一个节点。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，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一部分，叫做关头阴线的学习。关头阴线呢，是阿哲9阴当中的第3种阴线。在前期的行情走势当中，我们讲过反手阴线，讲过负线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3种，叫做关头阴线。关头阴线呢，也是一种上场当中的空方信号，它一般很简单去识别，就是上涨行情出现了一根阴线，它的开盘价和它的最高价是相等的。只要是这种阴线，它就能够称为关头阴线。而它的市场含义有2种，要么是出货，要么是砸盘。但是首选的一般是出货为主，而它所对应的操盘策略，它对应的第一点和负阴线是一样的，毕竟它是一个空方的信号，特别是越是长的实体的关头阴线效果越佳。上涨如果有利润的情况下，预见是要卖或者执行减仓动作的，而后再去考虑是否砸盘的问题。那如果它是砸盘呢？一般第2点告诉我们，关头阴线的高点为强压力，如果是机构出货，那么这个高点是很难在中期的角度中去突破的。而反之，它越是短线能够去快速的突破，则越反映出前期的下跌为资金砸盘现象，而这也是作为短线再次的买入看涨点。那么第3点就是关头阴线，它如果在出现之后确实后续下跌了，它破位的越深，越反映大跌，那么后续哪怕真能突破关头阴的高点，它也涨幅会越小。关头阴的高点要越快的突破，越是不跌的突破，它效果才更好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注意事项，就是关头阴线它应该是很稀有的。如果你发现你的股票当中每天都是关头阴啊，天天是关头阴，这说明它可能流动性很低，它可能没有太多人关注。那么这种标的的关头阴一般不作为重要的信号。了解完以上关头阴线的条件，我们现在看到目前的市场当下，我们所看到就是最近的这一波涨跌的循环。
而在这一波行情当中，我们有看过多少次关头阴线呢？其实阿哲曾经就讲过1次，那么现在呢是第2次。那么曾经出现在哪里？曾经出现在这一根阴线，它也是关头阴线。而这根关头阴线之后呢，它并没有去跌破关头阴的低点，而后在4、5天内，它就突破了它的高点。那么后续的股价走势基本也没有去跌回到关头阴之内，所以后续我们说这里是砸盘，而后看涨。那么这后续的上涨就是度过了关头阴之后产生的行情，而现在又再次出现了关头阴线。那么这个关头阴线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出现之后立马大跌，所以这个关头阴它出货的概率是极大的。那么它这里的压力就是极强的，所以这个高点则容易是一种中期的高点，后续的反弹一般是很难再回归到关头阴区间之内的。它这里越是反弹，我们越是要小心。而目前呢，它已经跌破了我们的彩虹带的支撑，并且是一根阴线直接把3个支撑全都跌破，所以这种下跌力度是特别强势的。后续你要把上分的支撑转为压力，而相对这3个数值的撑压点，它最高的地方是在20959附近，这个红色线的位置作为相对的一个压力位。那么我们再看到周线上的一个 K 线走势，是不是连续的阳线周出现了这种阴线？这种阴线从前期低点以来是没有再见过的。你会发现前面的这种阳线后的上涨的阴线，很多都是调整不跌破它的低点，不跌破它的一半，都很强势。而现在呢，出现了3阳小顶之后价格的阴线破位，这是周线上的表现，而后它又离飘带有一定的乖离，所以周线上和日线上的表现告诉我们，目前 K 线角度短线还是看调整的，这是要注意的。所以在日线上用关头阴处理，而在周线上我们可以用副线来去处理，找到它的短线交易点。而后我们看到第2部分是关于纳指的浪形。在最近2天，我们一直强调有关市场当中上方的一个压力点位是21,289.8，分别在7月31号和8月1号的盘前解析当中都有去讲到这个压力，而我们往期的视频当中也是每一次都会讲到这个压力。这个压力是怎么来的？就是市场的一浪空间的0.618的价位，是不是0.618所对应的空间就是它了？而我们看到这个价位，它是通过2次的高开都没能够去突破。那么哪怕是 Meta， 哪怕是微软财报特别的刺激了市场的走势，它也没能够有效突破。所以这个0.618的空间依旧是压力。那么压力有效，则你不能随便在这里去做多，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去表达的观点。越是靠近，越应该减仓为主，而不是去买入。而我们当下呢，需要关注底下的一个支撑位了，因为前期突破了某些压力，所以压力将会变成支撑，但是0.5的空间直接被跳空缺口给破了，所以底下呢，我们先看到0.382曾经的这个压力，它会转为空间，而底下呢还有2个重要的支撑点位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波大跌直接破了很多的趋势点位，但是它也来到了关键的支撑上，那么这个地方产生反弹的概率是极大的。但你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一个反弹的力度，它能不能回补这个日线的缺口，越快回补越好。那如果这个反弹不能回补缺口，则说明这个支撑是容易被反向跌破的。那么上方0.5倍的空间，目前也可以作为当下的压力位，它要快速的站回去，才有可能说明反弹强势能够延续上涨。而当下至少目前为止，在出现这种强势反弹确认之前，不要随便的再去进场做多，或相对要小心一点，控制仓位。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。如果是老同学，那么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上您宝贵的点赞，特别是财生同学。而假如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，阿哲也希望您可以在视频底下点开评论区，留下您一句宝贵的评论，亦或者是建议。当然了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，那么阿哲也希望您在学习有所收获的前提下，可以点击一下阿哲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。在点击后，您会显示已订阅，那么就恭喜您加入了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群体。您只要点开底下的全部铃铛，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、每一场公开的直播，在频道当中一经发布，就会快速首先的通知到您，您不会错过任何一条阿哲所更新的信息。而您有任何的问题、任何的疑问，在订阅阿哲之后，您都可以去找到我们这一条链接当中的助教老师。
您不管是有什么技术分析的想要答疑，或者您想要参与内部课程，或者我们的盘前解析广播，都是可以找到这位助教去进行领取我们的订阅福利的。那么以上就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们 K 线和浪形空间的一个分析。那么下面我们要看到短线上的空间了。短线从日内撑压的角度，红绿灯的指标，我们如何去分析目前的短线走向？那么这一个分析一般是在阿哲盘前都会给到的一些点位的测算。我们看到左侧的这个图表，在左侧的图表当中是阿哲每天盘前所去发布的盘前广播，它一般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指数的分析，而后第二部分就是短线和波段上个股的趋势跟踪，第三部分则是我们的一个点位的判定测算。一般阿哲在盘前广播会给到3个个股，分别是纳指、特斯拉和英伟达这3只标的，它们的短线的支撑和压力位。那么这种撑压点位怎么用呢？阿哲一般喜欢呢用收盘价来去界定。如果收盘价能够站在压力位之上，说明多方很强；而如果收盘跌破了支撑之下，那么就说明它的空方很强。那么以此呢衍生出了一个红绿灯的指标。我们看到右侧的图表。在图表当中，你会发现有些 K 线它是红色或者是绿色，它代表的就是那2种含义。比如说出现了红灯 K 线，那么就说明这一天它跌破了阿哲给到的预测低点支撑；而如果它是绿灯 K 线呢，说明它突破了阿哲给到的预测高点压力。那么这就是一个短线的空方转为了短线的多方的一个提醒。那么一般他们作为一种买点为空转多的信号，那么红灯转绿灯则为买点。如果是绿灯转红灯，则为方向向下有可能调整的一个点位。那么这一波上涨以来，大多数都是绿灯到红灯的一个延续。那么这一波上涨以来，基本上以绿灯为主，而红灯呢只是调整时偶尔出现，但是立马它就会结束。那么现在这一次有点不一样。在这一个绿灯产生之后，这一天的红灯是不是告诉我们要开始小心风险，开始去减仓去防守？而出现了关头阴线后，更应该再进一步的减仓。而出现这种下跌，你会发现它是2个红灯，跟之前1个红灯是有所不同的。那么当下怎么样能够判定它的趋势止跌，或者说首次的反弹要出现，它至少要给到一个绿灯 K 线。那么绿灯怎么产生呢？在下周周一的时候看到收盘价格，它需要去突破20757.88这个点位突破才会是绿灯，而但凡它在这个点位之下收盘或跌破预测低点支撑，它都会是一根红灯或者说无灯 K 线，它都不是绿灯。那么就说明趋势止跌还早，那么不要随便的去买入抄底。所以下周看一个压力就是20757.88是否能够在周一突破。但注意了，这个点位呢是每天都会有些许改变的，市场的波动越大，它的一个变化幅度呢也会相对越大，所以每天盘前都会去更新。那么这里要注意，如果您是刚刚订阅阿哲讲技术频道的同学，那么如果您想每天都获得最新的盘前广播，那么阿哲建议您可以看一下底下的评论区。在评论区当中呢，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，里面呢也有一条链接，也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。您点击之后，那么告知您是订阅粉丝，而后想要领取这个盘前的广播即可。当然，这里阿哲要再次的强调，如果您是订阅粉丝观众，特别是刚订阅的同学，阿哲一般会有2重福利。第一个呢是盘前解析点位的预测，也就是刚才那个广播。第2个福利就是有进阶的知识，内部的直播，也同样会在我们专属的 Telegram 的群组当中去更新、去发布。你会在里面学到有别于我们公开频道所讲的内容，会更加的进阶、更加的深入，更对您有所帮助。而这些内容都是每周有所变化，我们每周都有不同的主题。像我们这2周在举行高手集训营，从小白的成长之路到高手的进阶之途。如果目前您的技术分析还不够的精湛、不够的精深，那么想要更进一步的学习，在我们最近2周的 Telegram 的群组当中的课程将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。在我们的上周已经展开了第1轮学习的开始，而小白成长之路目前已经结束。当然，如果您是刚看到阿哲视频的同学，那么您可能错过了，但没有关系，您只要找到朱老师，那么也可以跟朱老师去申请回放，那么去看看其中的讲到的一些知识点，也能够作为一个再次的学习和复习。那么在本周8月5号开始到8月9号结束的这5节课程当中呢，我们会讲到高手进阶之途，会比上周会更加的精进，会更加的深入，去讲到反转黄金坑、短线玄阴战法、
波段的蜻蜓点水、龙头股蛟龙出海和龙头股飞龙回首，那么都会在香港时间早上10点去进行一个授课。如果您对此感兴趣，那么找到助教之后，也不要忘记报名参加。再次感谢您的订阅，希望您在订阅阿直之后，您的技术分析从此能够更快速的学习和进步。在了解了第一部分关于市场观察的行情走势之后，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关于个股的解析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，而对于特斯拉的空间层面，我们依旧来看到这一个走势。上方的170天均线 MA 呢，连续产生了2次的压力，不能够有效突破，而后出现回落，甚至最近呢，这个均线开始有点走平，并且好像要开始向下了，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中长期趋势的发展和演变，所以你要小心，目前的特斯拉慢慢的它在走为震荡，而如果继续走弱，则容易由一个上行的170转为下降的170。特斯拉身上有一点相对好的，就是它在昨天市场大跌的时候，它整体来讲还算是比较抗跌的。对于左侧的低点出现了破底而后收回、创低收高的现象，而这里是2根下影线的产生，所以从短线的角度，目前我们就等待一个启动，或者说等待一个明确的阳线止跌信号，而后那么它可能还会给到多一次的反弹机会。当然了，我们底下依旧还有一个重要支撑，就是 289.66， 目前在相对的靠近。之前呢，我们认为它可能在出现一个什么收敛的状态，但是现在来看有点略微要破了。那如果这里出现的是一个相对的阴线破，那么哪怕它回踩 289.66 能够有所支撑，后续哪怕能够反弹，是不是整体也大概率会偏向走弱？所以最好的是在下周周一就能够止跌，不要再有效的把这一个趋势线给跌破。如果跌破，那么整体趋势将不是一个收敛的选择，而是相对的震荡，甚至呢后续可能会这么去反弹，再破掉 289.66。所以空间上，我们最好在这里能够有所止跌，周一能看到不错的阳线是相对更好的，对于多头来讲。而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，现在我们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。在图表当中，你会看到它的趋势飘带依旧保持紫色，所以最近的这种下跌呢，整体来讲市场趋势维持震荡平整，所以它的长带也保持一个横盘的状态，而目前呢是一个紫色带，所以还是保持趋势的多头。那么在趋势多头下出现的一个对于飘带的破位，那么这种情况下要去看待它是否有效的跌破。曾经我们有说过，如果市场出现了飘带的破位，只要是紫色的，这种大跌下，你要考虑它还有反弹的一个可能，它可能还在走一个震荡，甚至呢会扭转这种下跌的态势。而怎么去判断它的下跌的有效呢？就是它跌破的时候，一般跌破2根 K 线，那么我们就去判定它是否跌破有效。一般会把2根 K 线里面偏低的高点和低点作为防守位。如果收盘能够突破它的高点而不跌破它的低点，那么这里将说明多头还有一个向上的欲望。像前期这个位置的大跌，是不是也是跌破了第1根，而后跌破了第2根？第2根的高点能被突破，而后低点没有被跌破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再次向上的一个希望？而当前也来到了第2根 K 线，那么第2根 K 线的位置，我们希望它的低点不破，而高点被突破，那么这里将是一个支撑，而上方是一个压力。如果股价真的反弹，但是不破这个高点之前，我们以反弹来看待，这是一个压力和支撑的区间。所以周一看待方向的变化，如果继续跌破，那么这里的方向趋势则大体要往下走，飘带也将容易由紫再次转为黄色。我们看到红绿灯上，这里呢是一个红灯 K 线的产生，而后目前是没有接着出现红灯，所以下跌呢开始略微减弱，但没有出现绿灯之前呢，还不能够掉以轻心。我们看下今天的点位，低点的预测是 294.48， 高点的测算是 305.97， 关注这2个数值。以上是特斯拉的分析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英伟达。在英伟达的空间图表上，对于 178.54 它没能产生比较有效的突破，在突破一根阳线之后，第2天立马高开低走，是一个附件，而后跌回 178.54， 然后再释放出了一个风险。目前的下跌10日线是触及到了 171.09， 曾经突破有效的点位，而后止跌产生了长下影线，所以这里是否是
是真的止跌而后会上涨，我们无法得知，因为当下呢只是10日线，整体方向还不明确。除非下一根 K 线能再次的收阳，那甚至呢能够把这个178.54再次收复，那我们还能够去讲它依旧有更高的空间。但在此之前，目前178.54就还是压力为主。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，从英伟达的趋势飘带上来看呢，是不是从空间的角度和从飘带的角度，它都处于一个支撑点？而目前飘带支撑点收盘价是没有跌破飘带的，那么出现了相对的止跌 K 线，我们需要等的是什么？等飘带附近一个启动信号。一般这种启动信号呢，是一个仿包的 K 线，或者说是一些 K 线组合的一种买点。像前期这里是不是产生了红灯之后的绿灯，它为一种买点，而后也是运线之后的上破，是不是也是一种买点？所以股价每次回踩飘带，关注支撑，而后启动信号。目前又回踩，能不能够支撑启动？我们需要关注日线上的右侧买点，当前还没有，就再看一看。而现在的调整其实还没有出现红灯啊，整体来讲呢，虽然有调，但力度不强，因为它的飘带离得比较近，而后它也有很多重支撑。那么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，在下周周一的预测低点是169.48，而高点呢是175.13，关注这两个数值。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AMD， 在 AMD 的走势，我们上期视频是不是说过，它盘前冲击了187，如果它真给那个价位让你卖出的话，其实波段上是比较不错的卖点。但可惜啊，日线上它在盘前给到了，但如果没有卖出的话，盘中呢是没有再给你这个机会了。左边的高点也是没有突破的。曾经在这个高点里面30分钟是出现了九转信号破位的信号，而后已经有左侧的卖出信号，当时在财生群组当中是有这么去提醒过的，而后是没有再去把九转的高点再次突破，所以后续衍生出了一个负线。那负线之后，是不是你也应该减仓，相对的去止盈部分？那么目前的这波回调，为什么昨天能够止跌？是不是也是回踩到了之前的压力？这个压力被突破了，还有缺口突破，有效的。突破之后回踩，目前有支撑，所以很正常。这个地方关注一下支撑上的止跌信号，就跟英伟达一样，你不能因为止跌直接买，止跌之后还需要有启动买点。像这个地方前期也是突破了，也是缺口，好，回踩之后这里就很强，因为它缺口都没补，支撑也没破，而后反包作为买点。那这里也有支撑，也没破，那有反包吗？我们周一要去关注。再看到资金和动能上，从红绿灯的 K 线角度来看呢，之前这里是一个红灯，而后转绿灯反包作为买点，一路的绿灯一路看涨，而后等到这一天7月31号，是不是出现了高开低走负线，而后它还是一个红灯 K 线？那么这里就是风险了。那么负线组合产生的买点是谁？是不是 XK 线的位置高点能被突破？是不是其实也是反包？所以如果没这个动作之前呢，我们认为这个高点是有压力的。那么你要等它踩到飘带再出现买点也是可以的，所以当前的 AMD 趋势没有太多的问题，它依旧能够找一些回调的买点，但目前来讲它还没有，那就继续等。如果它继续下跌呢，看到飘带的支撑，飘带支撑它差不多是在164.45附近啊，这是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支撑，是否能够像之前一样再次回踩飘带再次启动，我们无法得知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如果真出现了，那它可以作为一个买点，这个买点依旧是有一定的利润性的。我们再看到预测值，在周一的时候关注低点支撑165.17，而高点的压力是173.05，关注这两个点位。以上呢就是特斯拉、英伟达、AMD 的分析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来到第三部分，讲解部分个股。那么第三部分的个股相对数目会比较多，所以阿哲呢很难像刚才一样每一只标的都很仔细的去进行解析。那么阿哲可能会简单的给到一些点位和趋势的判断，希望对您也能产生部分的帮助。而第一只标的我们看到Circle，当前你所看到是Circle的图表，Circle目前呢已经把前期我们所给到的175的价位给跌破了。那么我们看到上期视频所讲到的绿灯 K 线，在下跌途中的首根绿灯，我们作为左侧相对的埋伏点，因为它没有突破左边这根阴线的高点，所以这个买点呢是偏左侧的，还不够右侧。而我们从蓝 K 的角度去关注，目前的蓝 K 在保持，它并没有消失，所以蓝 K 的右侧买点也还没出现。在绿灯买入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，就立马出现了红灯 K 线，当绿灯转为红灯时，为下跌的延续信号，所以多转空这里呢应该作为日线的防守或日线的减仓，甚至是止损的一个动作了。那么接下来
我们就要继续等待，等待什么呢？等待一个红灯转绿灯，亦或者是蓝 K 消失和蓝 K 的突破。像之前这里所产生的红灯转绿灯以及蓝 K 的突破，这种就是比较高概率的一个看涨信号，日线的止跌信号。而现在它只是有蓝 K， 但是没有蓝 K 消失突破，它呢有绿灯，但是它没有红转绿，反而呢出现了绿转红。而我们看一下下周周一有可能出现绿灯吗？我们看到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160.575， 而高点的压力是 174.825， 关注这两个数值。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PLTR 已经出现了红灯 K 线，从前期红灯转绿灯，而后一路上行，现在呢又出现了红灯，而且回踩到飘带有支撑，这里能不能出现红灯转绿灯，可以作为一个买入的参考信号。当然，这种飘带回踩后反包一般是比较好的，如果没有反包，只是转绿灯，但是仓位呢相对要保守一些。所以目前 PLTR 你就看一下能否有止跌，如果没止跌，那么我们就继续的看调整。看到周一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49.098， 而高点的压力是 156.23， 关注这两个数值。现在是股票，我们再看到 Coin 的话呢，它目前是在财报之后出现了大跌，而前面的下跌到现在为止其实一根阳线都没有，日线上呢没有产生任何的一个反包买点和止跌买点。前面的蓝 K 回踩到飘带，虽然止跌了，但是它是一个阳线，但是呢它是一个阴线，而阴线呢是没有反包左边的这个蓝 K 的高点的，所以当下我们依旧要去小心了。所以当下呢依旧没有止跌的买入信号，而你看到飘带还是紫色的，只是要收窄了，有可能会变颜色。如果这里反弹，它基本上呢也是板上钉钉会转变颜色的。不过这里依旧要注意，我们跌破飘带紫色后的第二根 K 线是不是作为关注的信号？像前期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股价呢没有跌破飘带还有支撑，但跌破飘带，这也是跌破第一天、跌破第二天，是不是作为一个止跌信号啊？当然这里当时有170的支撑，好，突破之后呢看涨。而现在也是，这里是跌破第一天，当第二天收回来了，所以这里不算。这里是跌破第一天，跌破第二天，所以它的高点如果这根 K 线它的突破，则能够看一个超跌反弹。但我们不能跌破它的低点，如果继续跌破低点，那么说明170的位置将是产生一个回归的目标。阿直认为，如果这里真能够产生我们的物极必反或绝处逢生，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去把握的，因为它的空间是比较大的，哪怕它只反弹一半的空间，那也有6-7个点以上的利润，那么这个利润呢，甚至都有10%了。我们看到周一的点位，股价在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299.104， 高点的压力是 326.136， 关注这两个点。现在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PP， 我们是曾经讲过趋势低位整体看涨，在最近的走势当中出现最高的点位，其实已经是涨到了 397.92， 而后出现了绿灯转红灯，绿灯转红灯为一个相对短线的卖出信号。那么它在回踩这个飘带的时候，是不是整体又产生了有一个支撑的现象？只是还没有踩到飘带，但整体的趋势是没有问题的。170向上，而后飘带向上，目前离飘带呢是修复了一下乖离，但整体趋势阿哲认为还是向上行。然后这里大家要注意，它底下呢有一个趋势上的支撑，就是352.4，这个点位呢，最好在调整的时候不要去触及到，就是它不是跌不跌破，就最好碰都不要碰。如果352.4这个价位在本次的回落当中都没有去触及到，那么这说明趋势完全没有问题，还是很强势的，后续看涨。如果碰到了352.4，则容易重新回归到震荡，容易趋势转弱，这一点大家要注意。在此之前，我们依旧看涨，依旧是很明确的波段看涨。而后我们再看到预测值，周一它的预测低点是 363.095， 而高点的压力是 382.545， 关注这两个数值。下一只股票是 AVGO 博通，博通也是出现了一个标准的负线，或者说是个反包的 K 线，阴线把阳线给全吃了，而后是一个红灯，所以这个调整其实也算是有一个明显的提示信号。目前回踩到飘带出现低开高走的止跌阳线，但这不是一个买点，因为它是一个假阳线，它不是上涨阳线。前期这里呢是一个红灯转绿灯，而后止跌向上看涨，目前回踩到这里还是无灯状态，并没有出现绿灯，也没有反包，没有止跌启动，所以这里呢不构成再次的回调买点，不要随便的进场。我们看到预测值
周一的低点看到279.612，高点看到290.638，关注这两个数值，最好在周一能够出现一个绿灯。那么如果能够仿包，效果将会更好，因为仿包之后就是 XK 线负线的买点。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APL 苹果。苹果的话，虽然财报方面没有太多的问题，但整体还是冲高回落，维持蓝 K， 也是有点负线的一个样子。而当下也是延续的一个红灯，从前面的绿灯后上行，而后到这一天红灯破了我们的趋势飘带的上沿支撑。当下呢是出现连续的下跌，而上方的飘带也在明确的连续的往下走。而后你看到第一根 K 线的破位和第二根 K 线的破位已经全部被跌破，并没有绝处逢生，所以当前的苹果趋势已变，飘带会转为黄色。那么后续不管反不反弹吧，这个趋势已经变了，所以中短期后续基本是转空的。我们再看到红绿灯方面，看到它的预测值，低点的支撑呢是 195.9， 高点的压力是 207.98， 关注这两个数值。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阿斯麦。阿斯麦对于170呢没能撑住，而后跌破，并且左边的蓝 K 也被跌破。不过我们早在之前这里出现了绿灯转红灯的时候就说过，绿灯转红灯作为短线上它是一个卖点，因为它是一个多头强势后立马转空，这说明这里有一个卖出的信号，或者说诱多的可能。同时它也是一个决策阴线的破位，所以这种高点呢是可以逃掉的。像这一个反弹的阳线，它又不是一个绿灯，它又不是一个反包 K 线，所以它不构成一个买入的信号。后面这个下跌就不至于呢说被套住，而当下还是处于一种红灯的状态。不过底下大家注意了，我们的龙头引力已经进入到了日线的低洼区，一般进入到日线低洼区，说明波段上已经是处于一种超跌的状态。只是缺少一些启动的现象和底部结构的形成，目前还是下跌反弹下跌，还是一个破位结构。那么这个10日星，我们关注它是否后续能够有止跌，比如说有绿灯、有反包，那么产生之后也能看一波反弹。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681.675，而高点的压力是691.625，关注这两个数值。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eta 呢在大幅的高开上涨之后是一个绿灯，绿灯后第二天立马是一个红灯。那么绿灯转红灯则方向向下看，向下看哪呢？看飘带。在股价运行当中呢，已经通过高开高走，而后导致飘带从中短期的空头转为了多头。那么这一个下调的时候，它的飘带肯定会不受控制的往上去发上，那么将会产生下一次的支撑。而目前离得较远，我们就关注了，除非这里立马出现反包或者说绿灯，否则等待回调一定空间上再去考虑买进 Meta。 而前方的趋势就是一个破顶了之后回踩前方顶部，所以前方的高点也可以作为一个支撑。而我们看到预测值，今天下周周一的低点支撑是 737.315， 高点的压力是 758.005， 关注这两个数值。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 呢也跟 Coin 一样出现了一个单边下跌，那么中途呢有一根阳线，但这个阳线呢是长上影线，而后没有仿包昨天的这个蓝 K， 所以蓝 K 呢是消失了，但同时也没有买点，而后继续下跌出现蓝 K。目前为止呢，这一个红灯是不是一直保持？那么在红灯保持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不能随便抄底了，要么等待蓝 K 的消失突破，要么等待绿灯产生，左侧至少才能看个止跌。那目前它一直都是红灯，那就不要随便的去交易，不要随便的去做多。上方的趋势带也从紫色转为了黄色，说明趋势上从空转为了多。那么后续在反弹的时候，它就很容易受到飘带的空头压力，反而会产生一种趋势的下行，除非很强势能够扭转态势，把它再次转为紫色。所以目前从价格走势来讲，它呢属于趋势改变，中短期已经偏空，哪怕后续上涨，大概率也不是一种反转，而很可能是一种反弹。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，高点的压力是 379.635， 而低点的支撑呢是 352.695， 关注这两个数值。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，谷歌在出现了红灯之后，是不是延续的调整？上方呢是一个决策线，决策阴线的收盘价，它是不能被跌破的，但后续呢也反弹一下，还是跌破了。那跌破又是红灯，这里本身就已经要开始减仓了。
底下呢是一个飘带，飘带呢为紫色，而后范围比较大。目前是一个十日星，虽然是红灯啊，但整体来讲已经有了一点止跌，或者说整体呢有一个下跌的力度在相对减缓的一个情况。那么红灯走势回到波段的支撑上，我要关注这里会不会有红灯转绿灯，以及股价的反包 K 线出现。如果有，则作为回调的一个买点信号；如果没有，继续等待它下方的这些支撑。我们看到红绿灯上低点的支撑是 187.866， 而高点的压力是 190.784， 关注这两个价格。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，亚马逊呢是比较强势的下跌了。我们看到前方这里是一个绿灯转红灯，本身构成了卖出的信号。那有同学说这里不是绿灯吗？他又买进了，一买暴跌。大家注意了，买进的绿灯一般都要是阳线，而可惜它这一天不是阳线，它是一根决策阴线。那么这个点位的绿灯阴线呢，那么我们就不会因此去买入了。这也是之前我们讲过很多次的，你的买入 K 线一般最好是阳线，卖出 K 线一般最好是阴线。那么当前呢就是一个绿灯后转红灯，所以整体的方向往下看，但因为它这一波下跌跌得太狠了，跌到了170附近了啊，直接从一个高位直接回到了170附近。我们说如果170是向上的，那么这种下跌它就属于瞬间从高位回到了低位。那么中短期趋势只要不破坏，那么现在我们在中长期趋势下也是能够去找到一些机会的，空间上瞬间变得安全一点。当然这只是技术面上所看的，我们需要等待价格的止跌，因为它是破了趋势飘带，而后它还是一个紫色，破了第一天，接下来周一是第二天，第二天呢是我们的关键节点，那一根 K 线两根里面的低点不能被跌破，所以这里的亚马逊有点像之前的阿斯麦。所以这种位置一般最少很容易产生一次反弹，反弹的力度大小而已。我们再看一下周一的预测值，低点的支撑是 209.955， 而高点的压力是 217.595， 关注这两个数字。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SMCI， 这样上涨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绿灯转红灯啊，前面的回踩时是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啊，像这里也是红灯转绿灯，所以回踩飘带等红转绿，或者说仿包 K 线都还是 OK 的。如果又是绿灯又是仿包，那就更安全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这里，它出现了红灯转绿灯后是向下的调整，这是很正常的，本来就是空方信号。目前是连续的红灯，那就不要瞎去抄底买进了，还没有到那个时候。回踩飘带等仿包亦或是绿灯，要么就等它继续调。看一下预测的值，低点支撑是 54.365，而高点的压力是 57.345， 关注这两个数值。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台积电，台积电它的调整呢相对是有点早了，之前这里呢是一个绿灯转红灯，而后再来一个绿灯转红灯，而后再出现下跳，下跳的时候打破了左边低点，而后收回来了，有点像特斯拉啊，有点破低而后收高。那么目前的这个走势呢，没有跌破趋势飘带的下沿，所以还不算是第一根破位 K 线，它还算是有所支撑吧。那么依旧等待什么呢？绿灯或者说仿包，它是没有什么蓝 K 和白 K 啊，所以整体来讲不算是 K 线超跌，但有所支撑，也可以等一个趋势的买点，就不知道有还是没有。如果把这个低点的位置大概234左右给再次的收盘跌破，就会出现我们跌破的第一根，到时候再去看。目前是没跌破，所以依旧关注它的预测值 230.85 作为预测低点。而高点的压力是 236.2， 关注这两个数值，要么反包，要么绿灯，否则我们就静待的它止跌。以上就是8月2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更多精彩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